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2月1日晚间21点16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表现啊，道指在昨天出现了一个2.81%的上涨，这样的上涨原因是因为凌晨2点30分的时候，鲍威尔发出鸽派的声音啊。如果发出鹰派声音，美股就死给你看啊！如果发出鸽派声音，美股就会持续上涨。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受消息面影响非常巨大啊！美股的上涨呢，最终带动了比特币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上行。但是美股走到这里面啊，我们认为行情有这样的规律，就是周线级别上涨吸收之后，会有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回调，最终引发周线级别的下跌。引发周线级别的下跌之后，会出现平行于2020年2月份的这波节奏，但是美股走到这里面，由于消息面的影响因素，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上涨，但是行情走到这里面，危险依然存在。我们认为行情走在34000点的这个位置上啊，是存在时刻非常重要的危险的。随着这个消息面影响因素的一个消退啊，也就是鸽派声音影响道指上涨的一个结束呢，未来几个交易日，我认为行情重新回到它规律上的东西的也就是下跌方向啊，这个概率还是非常大的。我认为日线级别下跌到周线级别下跌还是有可能发生的，最终呢会出现同步于2020年2月份的这一轮急速的下跌，最终呢形成一个平行的周线级别平行的一个结构。那么回到比特币的行情上来，我们看比特币啊。目前来看啊，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了形成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收敛三角形之后，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上涨动作啊。这个上涨动作的这个时间我们要看啊，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上涨动作啊，上涨动作形成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上涨吸油，并且这轮4小时级别的上涨吸油反弹幅度仅有8%啊。那我们看到了。美股是周线级别上涨吸油，但是换到比特币的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仅仅是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并且我们处在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也就是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的这个区间上啊。这样呢，我认为169日均线啊就在17500点，构成了本轮行情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压力。那么未来的行情呢，我们看啊，比特币的走势在今天整个行情啊，在早6点到晚21点的这个时间段啊，依旧处于一个徘徊震荡。为什么在这里面出现震荡而不继续向上突破呢？我认为比特币在这个位置上缺乏自身的一个上涨动能，完全是由美股拖着往前走。这样的拖行动作呢，我认为美股一旦出现掉头下杀的过程，那比特币呢一定会跟随。所以呢，今天晚上22点30以后呢，我认为美股的行情对比特币的影响会更加巨大啊。如果美股出现持续下行的话，比特币一定会跟随。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依然保持一个空头的方向，原因就是在这里面啊。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结构上红色这个三角形出现了盘整收敛啊，然后最终呢形成4次等位置波谷之后下杀到17605之后，再次出现一个黄色的结构，黄色结构当中同样出现4次等位置波谷，然后继续下杀到15487低点出现之后，我们在行情当中观察到了悟空阴线和8节阴线两个标志性阴线走出来之后，当前所有的反弹和震荡依然在8节阴线的势力范围，所以呢趋势上起码是在日线级别上我们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的一个预期。虽然美国出现了鸽派的声音，但是我们在4小时级别上观察到比特币走势依然非常弱势。在这种弱势的结构下啊，我认为后面的行情当中，在不断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啊，焦点是12月5日，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行情有可能发生不断的下杀过程。为什么说焦点这个位置呢？因为焦点未
位置代表了黑洞，黑洞会对价格产生一定的吸引力作用。我们在非常多的行情当中观察到啊，焦点位置发生吸引力是非常恐怖的，很可能是一段上行动作之后啊，由于吸引力作用发生下杀。总之呢，当前行情仍然是比特币的一个熊市的阶段，反弹呢不构成反转，反弹不构成反转。当前的反弹呢，仅仅是因为美国鸽派声音引发道指的上行，比特币被拖行上涨，所以呢，在未来的行情当中，我认为趋势依然保持下行趋势。当前行情只是反弹，反弹呢会给我们带来更好的做空的一个位置啊，比如说当前行情的一个重要的压力位就在17500附近啊，这是4小时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啊往下徘徊的一个位置，所以呢，在未来的行情当中，把握趋势，把握什么趋势呢？下行趋势。找到位置，我们刚才找到一个位置，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做空的位置，同时呢，控制仓位，控制止损，最终呢，你可能获得我们给出的目标位，也就是10500这个位置的巨大利润啊，10500是比特币跌幅85%之后的残值仅剩15%的一个价格啊，这是根据18年行情和15年行情综合得出的一个数值，就是比特币从最高点可能会跌85%，到达$10500附近啊。所以呢，目前虽然有所反弹，但是反弹的力度和反弹的时间级别非常弱势，只会给空头一个更好的位置让我们去做空。那么在这段行情当中，我们观察到以太坊涨速非常快，原因是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价格从一个支撑位打到了一个阻力位啊，在这样的上涨过程当中，带动了以太坊快速的上行动作。但是目前我观察到4小时级别已经完成了一波上涨吸油，同时呢，日线级别上我们观察到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价格也走出了一波上涨吸油，所以呢，目前在这个大的时间级别上，我们观察到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价格已经走到尾声的这个位置上，所以后面的行情当中，我认为以太坊对比特币可能会出现一个快速下行动作。同时呢，我们观察到在9月份的时候，周线级别上就看到了以太坊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目前所有的震荡呢都是围绕这根悟空阴线做的一个妖怪 K 线，干扰了我们对行情下跌趋势的判断，所以呢，未来有可能走出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最终形成一个加速下跌最终会平行于6月份的这波下跌。同时呢，我们看以太坊对 USDT 的价格目前是怎么样的呢？那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当中它分别突破了144均线、169均线，最终到达$1700这个波峰连线高点为波谷连线形成了一个压力位波谷连线形成了位于1700点的压力位。快速下跌之后呢，我们观察到悟空阴线走出来了，八节阴线走出来了，行情继续发生震荡延续了5月份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震荡过程当中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是发生变盘的这个位置，发生变盘之后，我们看到行情出现了一定的上涨但在上涨过程当中，我们观察到在4小时级别上以太坊目前的价格依然处在一个压力位附近，只有突破这条压力线，以太坊才能打开继续的上涨空间。那么在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即使它继续上涨，它的上方空间也是非常不足的原因是上方同时在日线级别上有144均线和169均线，位于$1400到$1500这样的一个压力目前我们观察到这两条均线始终处在一个下行的趋势当中根据这个下行趋势，我认为行情的熊市没有完结当前仍然是一个熊市的状态，所以呢，在未来的行情当中，我认为以太坊在更大的一个时间级别上，我们看到了它处在一个什么位置呢？悟空阴线走出来了，八节阴线组走出来了，行情走到这里面走在一个沙僧阴线的势力范围，所以呢，因为沙僧阴线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所以呢，未来可能会走出唐僧阴线，唐僧阴线走出来之后就会跌破1100点的这个支撑。那么在什么时间跌破这个位置呢？我认为会在12月中旬左右因为
不断的接近焦点，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啊是代表了黑洞效应。如果发生黑洞效应的话，行情就很容易快速下跌。那么在布局的时候，我认为在当前价格1300点啊，再往上一点1400点啊，这是我们布局空单的一个位置啊，这是我们布局空单的一个区域啊。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4小时级别上目前处在一个压力，所以呢，在当前价格$1300开始布局。那么日线级别上方仍然存在一个压力线啊，这样的压力线呢，我们可以看到日线级别上压力线，我们可以看到也是由均线构成的啊，所以呢，我们在2条均线一个是4小时级别的144、169这个附近开始布局，可以布局到日线级别的144和169这样的均线这样布局的话，你不会过度的担心行情会有什么更多的闪失，同时呢，可以分仓布局，设置止损把握住重要的方向，才能在行情的趋势方向上得到最大的利润。那么现在的重点呢，我认为在比特币和以太坊快速上拉之后平台币种 BNB 会有所表现每轮行情比特币和以太坊的上涨呢，都会在后面的趋势当中带动 BNB 这种平台币出现一个快速上行。同时呢，我们看到BNB 在这个位置上是还没有表现的在当前行情当中，我们看日线级别上它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波峰连线、波谷连线形成了收敛三角形比特币和以太坊出现上涨之后BNB 始终处在收敛三角形的波峰连线的压力线上面所以呢，我们观察到如果这轮行情在未来的几个小时BNB 可能会有一定的上攻动作因为每次呢都是走在比特币和以太坊的后面BNB 总是慢一些缓涨甚至在2-3天之后它才可能会发生一定的动作但是 BNB 往往涨势涨幅会比这个比特币和以太坊要多得多。同时，那么这轮行情我们也看到，道指这轮行情表现非常突出，是先行于以太坊和比特币上涨了。那么我们分析道指的时候，往往会把 Mask 带出来。同时呢，我们看到 Mask 在这2天表现也非常优异，所以呢，对于这轮行情来说，道指和 Mask 是本轮行情当中的龙头币种做多头行情一定要做龙头做龙头的同时呢，也是要设置止损把握趋势的同时设置止损让利益得到最大化那么今天我们看到 Mask 出现了一个 4.44 的一个高点已经非常接近前高了如果出现短暂的回调之后，我们认为支撑位在$3.7附近你可以在这个位置上进场原因就是它在这个结构上，前面的结构上发生了日线级别的上涨吸收，调整结束之后在这里面重新发动了一波日线级别上涨吸收，日线级别上涨吸收完成之后，容易出现小时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回调，所以呢，这里面我们观察如果出现4小时级别回调，回踩到这个4小时级别的144均线附近也就是$3.7附近。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入场的机会所以呢，对于多头来说，尽量做这个回踩之后的入场，然后设置止损获得趋势上的利润。然后根据板块轮动如果未来短时间内 BNB 出现上涨的话，那么去中心化平台 DYDX 也有可能出现一定的动作毕竟板块轮动如果多头行情发生的情况下，板块轮动还是有可能发生的。那么总的来说呢，我对这波行情的把握就是随着比特币和以太坊的位置的不断提高不断加仓空单。为什么还要加仓空单呢？刚才我反复说了趋势仍然处在一个下行的趋势当中。但是呢，对于山寨币的现货来说，我认为你可以做一些龙头币种的行情这并不矛盾。在行情当中，我们更多的建议是保持固定的方向做趋势方向。那么对合约来说，对比特币来说和以太坊对主流币种来说，我认为你可以做它的空单，但是你可以做一些对冲的动作，就是囤一些目前涨幅涨速受热点关注、受资金关注的一些热点币种像 Mask 道指这种受资金关注比较大的币种那在未来的行情当中，如果我们这个空单受损的话
话，你在这个多头这个方面还囤有现货。如果我们空单获利的情况下，你还可以继续用获利的这个部分补充你在这个山寨币市场当中热点币种的现货。所以呢，我们做的是矛盾的统一体就是不矛盾不矛盾你怎么做呢？空头做比特币和以太坊的，多头和现货呢，你做一些山寨币的这样你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的可以对冲的一个系统。在这样的生态系统当中，你必然会获得最终的利润。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主页的右上角这个链接上找到我的这本 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同时也可以在淘宝网、当当网上搜索这个名字去购买那么在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